亲爱的小伙伴们，看看我拿到什么！不卖关子，我手中的就是目前一机难求的 ROG Phone 13，也是个人认为今年最值得购买的13寸笔记本。关于我和它的故事，要从头说起。实际上，这台笔记本已经入手快半个月了。过年期间，我也一直在测试它。但为了大家可以更好的了解这款笔记本，所以现在把当时录制的开箱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ROG 的产品一向都很有设计感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包装。比如这个小设计，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呢？没错，就是 ROG 那个独有的散热架构。拿在手中的第一感觉就是小巧轻薄。顺便在这里说明一下，这台笔记本不是我买的，也不是恰饭视频，是我向厂家借来的。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很需要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。我不需要它拥有多么强大的配置，因为我的主要需求就是外出时可以发视频、做封面，小巧便携是第一诉求。但是呢，我也很怕买来不合适又不好退货，毕竟没有用过13寸笔记本，所以就去借了一台过来。经过这半个月的试用，我想有资格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小本子了。这是Phone 13的电源适配器，和它的主人一样的小巧，同时也是我最为看重的地方之一。想起来之前背着我那台17寸本子出去，笔记本的重量再加上更大的电源，简直就是一场噩梦。这下面还有一层摸着挺轻的，应该是说明材料。没错，那么可以丢到一边了。我可没有看说明书的习惯，又再仔细的检查了一下，再无他物。那么这就是包装盒内的所有东西了。接下来正赌上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Phone 13的 A 面，金属材质的深色机身看起来比较低调，但由于这些波纹的搭配，又有一种深邃的感觉。ROG 的标识放到右上角，哦不对，严格来说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左下角。这后面是一排排的散热孔，对于 ROG 的散热能力我并不担心，毕竟已经是他们的老用户了。目前的冰川散热架构已经升级到 2.0， 想必效果更好了。机身右侧从左到右分别是一个电源键，据说支持指纹解锁，一个 USB 3.2， 还有一个 USB 3.2 的 Type-C， 同时也支持100瓦快充。机身左侧也同样非常简单，一个 3.5 的音频耳麦接口，一个 HDMI 2.0， 然后这边是Phone 13独有的显卡扩展坞接口，上面有一个保护盖。现在就看得比较清楚了，这里面也有一个 USB 3.2 的 Type-C， 也支持100瓦快充。大家是不是感觉机身接口过于简单？这是有原因的，咱们后面讲到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能否单手开合成了检测笔记本的指标之一，咱们来试一试。瞧，不光能单手开合，还能开合的很过分呢。Phone 13支持360度翻转，这是我一眼就看上它的原因之一。所以除了这样，它还可以这样，或者这样。在这种状态下，Phone 13会变成平板模式，所以这就是我过年期间最喜欢做的事情了。其实就像是很多人买个平板，信誓旦旦说是学习用，但实际上用的最多的总是做这种事情。同时在平板模式下需要输入时会弹出一个虚拟键盘，手感和灵敏度都还不错。所以有了这个Phone 13，你等于还拥有了一台装备了 Win10系统的平板电脑。看过了外观介绍，接下来我需要知道这台13寸的本子到底能做些什么，或者说能否满足我的外出工作需求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发视频、做图片，最好还能偶尔用 PR 剪个视频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硬件情况。处理器 AMD 的 R75800HS 是一颗用于笔记本端的8核处理器，然后是16G 内存 512G 的固态硬盘，显卡是 GTX 1650。对于这个配置我早有准备，本身就没想用它玩游戏。接下来按照惯例，咱们跑一下鲁大娘，也给大家做参考。结果出来了，竟意外的获得了吃鸡认证，总分接近40万。这个分数玩绝地求生肯定没问题了。既然玩吃鸡没问题，那么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我最看重的视频剪辑能力。这里需要夸赞一下Phone 13的键盘非常好用，键尾清晰，而且带有一定的渐层，手感有些类似于我最爱的红爪。我打开 P2 导入这几天录制的一段 CSGO 视频，测试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样，剪切拖放都非常流畅，所以这台本子是很符合我的预期的。这段时间很多即将开学的粉丝私信我买什么笔记本，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台，但前提是你需要的并不是一台只为了玩游戏的游戏本。我感觉这台Phone 13可能更倾向于商务移动办公室。不过大家看到这里，以为我的测试就要结束了吗？并不是，因为我还借到那个传说中的3080显卡扩展坞。据说这个Phone 13的专属配件，其价格甚至比Phone 13都贵，毕竟它里面有一个3080，所以我很是期待它会有怎样的性能表现呢？和Phone 13一样，同样的引力波纹设计，这是它和Phone 13连接的接口，专口专用，奢侈无比。背面是一些造型别致的散热孔，这边也是，毕竟里面住着一个3080。接口部分就比较丰富了，Phone 13缺失的那些都在这里，
网线口、DP 口等一应俱全。而这边甚至还有一个 SD 读卡器，所以这个显卡扩展坞并不单单只是个3080那么简单。哦，这里还可以打开，我明白了。看，这实际上是一个折叠支架，不错的设计。现在我已经连接完毕，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啥变化，出现了一行英文，似乎在暗示我什么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插头上还有个开关，需要打开才能让笔记本切换到外置显卡。现在一切准备妥当，我准备先试一下绝地求生。很可喜的结果，全高画质下 FPS 轻松达到了130多，这还是处于防区的状态，甚至在交战的时候也能维持在90以上。有了这个扩展坞，目前的所有游戏大作肯定是不在话下了。当然，你用3080玩绝地求生有点大材小用，所以我又下载安装了硬件杀手赛博朋克2077，看一下能达到怎样的水平。数据出来了，在最高画质下 FPS 在70左右。随后我又把画质调整到超级光追状态， FPS 数值50左右，也同样能非常流畅的运行游戏，只不过显卡扩展坞的散热声音又稍微大了一些。当然，既然叫做扩展坞，那么它肯定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所以我又给它接上了一台27寸显示器以及专用的键盘鼠标，所以顷刻间这台幻13又化身成了一台游戏主机。那么以上就是这段时间我针对这台幻13的全部测试过程了。按照测试结果来说，我会自己买一台，它恰好满足了我对一台轻版本的所有要求。但至于这个显卡扩展坞，可能并不是我的菜，因为本身家里条件就不太好，更重要的是这样玩游戏我用自己3080的台式机岂不是更香吗？最后的最后，这台幻13是不是你的菜？